X 省 A 市，数辆豪车开到了千寻集团公司门口停下来。为首的那辆劳斯莱斯的车门被打开，先是下来一名保镖，保镖恭敬地等着车后座的主人下车。年过半百，但因为保养得极好，看起来40出头的龙先生从车上下来。他一身白色的笔直手工西装，系着一条领带，让他看上去更显年轻一点。后面那几辆车的保镖团也跟着下车，他们快速地走到了龙先生的身后，既是保护龙先生的安全，也是龙先生摆的排场。还有几个人到后面几辆车的车尾箱拿东西，拿下来很多礼盒。龙先生先是站在公司门口，仰望着眼前这栋高达68层的办公大厦，这是欧阳家实力的象征。要知道，欧阳家的产业并非只有千寻集团，他们家的生意涉及到的行业极广，只要他们涉及到的行业，几乎都让他们混成了行业中的佼佼者。欧阳家就是这么财大气粗，实力雄厚。在所有人的眼里，阴盛阳衰的欧阳家就是一块大肥肉，有野心的，没有野心的，都想和欧阳家结亲，娶欧阳家的千金。特别是欧阳家的大小姐和二小姐，因为目前负责欧阳家生意的是他们，可见他们的能力很强。谁家能娶到这2位千金中的其中一人，结为姻亲带来的好处是难以想象的。可惜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人能打动这2位小姐的芳心。欧阳家的女儿也不好追，有人打过欧阳雅其他堂妹的主意，特别是还在读大学的堂妹，他们想趁她堂妹们年纪轻，还没有涉足社会、涉世未深的，以为好骗一点。那些人的算盘崩了，因为欧阳家女儿多，儿子少，他们家只能将女儿当成儿子来养，培养的个个都精明能干又强势，根本不是普通的富二代能够掌控得了的。更不要说那些凤凰男了，有欧阳雅这种强大的大姐教导着，欧阳家的千金们个个都洁身自爱，对外男的防备心很重。在 H 市的龙家自然也瞄准了欧阳家的2位当家小姐。欧阳雅不好追，他们就主攻欧阳婷，认为欧阳婷比欧阳雅好下手。不过龙先生这代理家主毕竟年纪大了，哪怕他保养的再好，也改变不了他年过半百的事实。去年在欧阳雅姐妹俩这里碰了钉子后，龙先生回去想了想后，决定换一种方式，就是他不去染指那对姐妹花，但可以帮他的长子和欧阳婷牵红线。他的长子和欧阳婷同年，同龄人能聊得来。龙先生是很看重长子的，他在外面彩旗飘飘，家里红旗都不倒，就是看在老婆给他生了儿女的份上，一直没有让外面的女人越过原配。原配所生的儿女都成年了，他也不好动原配，况且原配也帮他解决了很多他玩厌了的女人。当初他做的那些事有原配以及他的家族帮忙，所以龙先生哪怕见一个爱一个，都没有想过换掉原配，除非他能够娶到欧阳雅或者欧阳婷，才能换掉原配。在他看来，只有欧阳家的2位当家小姐有足够的手腕及势力，比得上他的原配。试探过后，知道那对姐妹花不是外面那些女人，龙先生才会想让儿子娶欧阳婷。欧阳雅他明白儿子攻不下来，也没有办法掌控欧阳雅，就瞄准欧阳婷了。欧阳婷看我善良好欺负是吧？姐不发威，你当姐是病猫了。一名年轻人这个时候才从劳斯莱斯的另一边下车，看他的样子和龙先生有几分相似，正是龙先生的长子龙拓。爸。龙拓绕过车身走到父亲的身边，看了看眼前的办公大厦，问父亲，爸，我们不开车进去吗？在 H 市，龙拓仗着自己的老爸是龙家的代理家主，可以说是横着走的。当然他也诡计得很，不会去招惹不能招惹的人，普通人他是真不放在眼里。他想去哪里就没有在门口停过车的，都是开着车长驱直入。没想到跟着父亲来了 A 市，
拜访一下欧阳家的当家人，却要步行入内。龙拓内心有点不爽，但在 A 市他不敢说什么。A 市是 X 省的省会，全省最发达的城市，豪门贵族太多，一不小心得罪了不能得罪的家族，会连累龙氏家族。父亲说了，等找到那个小鬼，拿到了家主的印章、令牌以及图息，父亲就能成为龙氏家族真正的家主。他也是下一代家主，要表现得好一点，免得上位后无法服众。龙拓也不想一直当个代理家主的儿子，他想成为真正的家主，只有父亲上位合理化了，他才能从父亲手里合理的接过龙氏家族。现在仅是龙氏家族代理家主的儿子，他都享受到了很多特例，成了真正的家主，那真是爱吃土皇帝一样了，想想就兴奋。当然，首要的任务就是先找到那个小鬼，趁那小鬼还小，先灭了他，那样嫡系一派就后继无人了，当然就由他们这些旁系的能者上位了。龙先生看了儿子两眼，说道：欧阳总还不知道肯不肯见我们呢，怎么开车进去？未经许可，我们是不能开车进去的。龙先生说完，示意一名保镖去保安室那里说清楚他的身份以及来意。龙拓则是说道：爸，不是进去了，再让前台问的吗？其他公司都是这样的。欧阳家的女人当家，竟然在公司大门口这里就拦住来访的客人了。又不是所有公司都一样，各司有各自的规矩。阿拓，记住爸和你说过的话，这里是 A 市，不是 H 市，我们要低调点，不要嚣张。龙拓哦了一声，爸，我知道了。我又不嚣张，就是觉得千寻集团管得真严。龙先生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：千寻集团是女人当家，女孩子吗？安全感不足，自然就要严管，防范于漠然。欧阳雅再厉害，终究是个女孩子，她若是个男儿，欧阳家何愁后继无人呀？现在欧阳家是有2位少爷了，但年纪太小，谁知道以后是龙还是虫？就算是龙，在他们这些老江湖、老狐狸的眼里，也不如欧阳雅的。欧阳雅那么优秀，爸为什么让我选择二小姐？这句话，龙拓问得很小声。他看过欧阳家2位当家小姐的相片，欧阳雅的颜值更高，气质清冷，轻易就激发出他的征服欲，看了2眼就被他迷住。让他自己选择的话，龙拓是想选欧阳雅的。龙先生看向儿子，笑了笑，说道：你掌控不了他，当然，你要是能让他爱上你，也不是不能换的。目前你重点盯着欧阳婷，欧阳婷也很漂亮，她没有欧阳雅那股清冷，看起来要温和很多，又爱笑。你能娶到欧阳婷，对你，对我们龙家都是一大助力。龙拓想了想，明白地道：爸，我知道了。以他的俊美多金，嘴又甜，对女孩子都很大方，讨女孩子欢心，追求一个感情上是白纸的富家千金，容易得很。2家又是门当户对，虽说他爸现在只是代理家主，但他们家也很有钱的了，欧阳婷配得起他。很快，那名保镖走过来，恭敬地对龙先生说道：家主，欧阳总说没空，无法招待家主，说谢谢家主的心意，但2家没有生意往来，欧阳总不敢收下家主送来的新年礼物。龙先生在外面都让人称呼他家主，不许叫他代理家主。他早晚都会成为龙氏家族真正的掌权人，绝对不允许他落得江城凤家主那般的下场。努力经营了几10年的家公司，最后都为他人做嫁衣，自己落得身死，死后还要被人指责辱骂的下场。在凤月死后，龙先生就加大了力度，到处寻找打听龙庭的下落，就是害怕自己落得凤月那样的下场。得到了回复后，龙先生并不生气，被拒见不是第一次了。保镖说道：欧阳总说了，家主预约见面的时间也还没有到，在未到预约的时间前，
请家主不要过来打扰他，他很忙。龙先生嗯了一声，说道：知道了。将我们带过来的新年礼物交给保安，让保安转交给欧阳总。虽说我们两家还没有合作，但以后总会有合作的机会，就是要来往的。朋友之间逢年过节送点节礼，这是常态，也没有其他意思，还请欧阳总要收下。让保安这样转达我的话就行了。保镖们立即将带过来的新年礼物搬到保安室去。保安立即打内线电话。龙先生没有再等回复，带着儿子和一班保镖团离开了千寻集团。离开时恰好遇到了过来的战远，不过龙先生不知道那是战家的六少爷，战远则是擦车而过后才猜到那是龙先生。排场那么大的也只有龙先生了。是那些豪门大佬们是有排场，但不像龙先生那么大的排场。坐车离去时，龙先生的好风度彻底维持不住了，他脸色难看，恶狠狠地道：从小到大我还没有受过这种气，就是他们嫡系一脉还活着时都没有这样对待过我。那两个黄毛丫头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拒见。龙拓也很生气，他说道：爸，他们既然敬酒不吃，那就让他们吃罚酒，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入手，等到将欧阳家的生意抢走，他们走投无路时，就是咱们砧板上的肉，那个时候不就任由我们宰割。我想娶他们就娶，不想娶就让他们给我当情妇。欧阳家不是女儿多吗？我全部都睡了，报复他们此刻对我们的轻视冷漠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龙先生是个很辣的，他的儿子也继承了他很辣好色的一面。我想欧阳家那么有钱，涉及到的生意那么多，是多少人眼里的一块大肥肉。我们悄悄走动走动，先和其他公司合作，特别是与欧阳家是死对头的人家，人多力量大，当我们拧成了一条绳子，对抗着欧阳家族，就不信他们能撑得住。说不定到了那个时候，连他们的姻亲都想着分一块肉呢。然后多派点厉害的杀手，对欧阳雅和欧阳婷进行暗杀，能暗杀成功最好，暗杀不成功也能吓一下他们。在我看来，欧阳家族现在主要是靠欧阳雅和欧阳婷撑着，只要干掉了他们俩，欧阳家群龙无首，就会如同一盘散沙。三小姐四小姐他们没有足够的魄力力挽狂澜的，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吞并欧阳家的产业。欧阳家那两位小少爷也干掉，让他们家男丁灭绝。老一辈承受不起打击，都不用我们出手，他们就会自己伤心死掉。龙先生看着儿子，脸上有了笑意，随即他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夸赞地道：不愧是我的儿子，有想法，有很近，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做。明面上你还走合作的路线，私底下去联合欧阳家的死对头们结成联盟，明的不行就来暗的，两手准备，哪怕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，能够成功就行。像他夺权时也筹划了近10年，联合了很多人才顺利推翻了嫡系一脉的。谋事不必急于一时。龙拓雄心满满的，他说道：爸，我一定会好好谋划的，只要能吞并欧阳家，就算没有龙家，我们一家子也不用愁了。那个小鬼不知道在世界哪个角落里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家主的令牌印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，有可能一辈子都拿不到，那样的话他们就无法真正当家做主。壮大的龙氏产业都是为他人做嫁衣，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还不如趁着手里有点权势时，先给自己谋一条后路吧，也不至于落得江城凤家那样的下场。江城凤家的下场，龙拓也知道，袁家主凤月的亲生儿女能怎么办？再不甘心，也只能让出家主之位。听说凤月的3个儿子特别不甘心，就是现在凤晴和那个叫海玲的进行权力交接了，凤月的3个儿子都还在垂死挣扎。龙拓想，距离得太远了，要是距离近的话，他都想帮凤月的3个儿子一把
干掉海灵。管城的人挺讨厌的。龙拓没有去过管城，但从父亲的嘴里知道管城的几大家族和那边 A 市的君家来往密切。那个君家当家少奶奶收养的孩子就有可能是龙庭，偏偏见不到君家大少奶奶收养的那个孩子，无法100%的确定。那个孩子现在也没有半点音讯，被保护得很好，藏到哪里去？龙家信息网这么厉害也查不到。管城的几大家族也帮忙隐藏那个孩子，所以龙拓很讨厌管城几大家族的人，距离几千里之遥都能成为他父子成为真正家主的绊脚石。那是只要能吞并了欧阳家，咱们也有一条后路。儿子，你加油，需要爸帮忙尽管说，这也是给你一次历练的机会，不要让爸爸失望哦。龙拓信心满满的，爸，放心，我不会让爸失望的。从小到大，我什么时候让爸失望过？想到儿子从小就听他的话，他提出来的要求，儿子要付出很多都能够达到他的要求，这也是他对长子特别满意的原因。爸，管城那边的女人要是没有太大用处了，就弃了吧，我妈多少都不舒服的。爸还让她怀孕了。龙拓适时替母亲说了个要求，龙先生也不生气，他说道：宁思琪暂时还有点用的，他能帮爸打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，留着他，哪怕是给他姐姐添堵也好呀。她是怀过孕，不过爸早就让她打掉了孩子，只要我过去都让她吃药，不会再让她怀孕的了。你妈也不用吃醋的，外面的女人，爸就是玩玩而已。现在龙先生都有了新宠，宁思琪那边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过去光顾了，他换女伴的速度如同换衣服，除了有几个给他生了儿女的情妇，至今还跟着他，但已经没有宠爱的了。他不过是看在儿女的份上养着他们而已，也是他们安分守己。宁思琪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，给他多一点宠爱，他会想要更多，甚至想取代他太太的位置。咱们是不怕管城的那几大豪门，不过能不招惹苏家就不去招惹，让宁思琪充当爸的眼线，爸省事很多。提到了宁思琪，龙先生忽然就想飞一趟管城，宠一宠宁思琪，免得他寂寞难耐给他戴绿帽子了。当然也要敲打敲打他，让他知道，只要他不放手，他都是他的一枚棋子，是他的玩物。爸现在的女友，我妈也不喜欢，爸得手了就换一个吧。龙拓见过父亲的新欢，竟然跟他的初恋情人很像。他私底下去打听过，不是他的初恋情人，而是他初恋情人的妹妹。龙拓也花心，换过不少女朋友，但他真正爱过的便是初恋情人。父亲竟然玩弄了他初恋情人的妹妹，这让龙拓心里多少都有点不舒服，便借由母亲吃醋，劝父亲放过那个女人。不过也怪不了父亲的，父亲对女人大方追求的时候，极尽温柔体贴，在父亲的甜蜜攻势下，还真没有几个女人能抵挡得住。总之，父亲和情妇们，那是一个手巴掌拍不响的，你情我愿，各取所需罢了。宁思琪才是被逼迫的那个。龙先生嗯了一声，你妈更年期到了，最近脾气不太好，老管我的风流韵事。行，我换一个，现在那个，叫你妈想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，不过别弄死人家。乔爸说的，我妈是那种人吗？要弄死人的时候，不都是得到了父亲的默许？母亲不过是替父亲动手而已，妹妹就老是劝母亲不要替父亲干那种杀人放火的事，说那是父亲的风流债，就让父亲去解决。龙拓有时候会站在父亲这一边，有时候又觉得妹妹说的对，可能是他是个儿子吧，他能共情母亲的事情很少，不像妹妹那样能够完全共情母亲。就是这样吧，母亲更疼爱妹妹。龙先生也知道妻子当恶人时都是替他当的，他说道：是爸说错话了，你妈不是那种人。阿拓，爸等会儿就会离开，你留在这里，爸给你留一半人，有什么事解决不了的，
再联系爸，爸等你的好消息。龙先生决定下午就飞管城，去上2-3天就要回到 H 市处理生意上的事。但一想到自己现在为龙氏做牛做马，很多利益都不是属于他个人的，龙先生又心塞塞的。好，龙拓没有拒绝父亲的安排。这边龙家父子在讨论着怎么对付欧阳家，那边的战远进了欧阳雅的办公室。欧阳雅在忙，他不打扰欧阳雅，就静静地坐在茶几上，自顾自地沏茶。看来你学过茶道。听到欧阳雅的声音了，战远抬头看向走过来的他，浅笑，略懂。你是什么都略懂，其实都很懂。欧阳雅走过来，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战远便给他倒了一杯茶。可以吃饭了吗？我马上就去食堂帮你做饭，食材都是他准备好带过来的，只要借公司的食堂用一用，现炒现做给他吃就行，新鲜又热气腾腾的，比他做好了送过来更能保留食材的鲜味。还要半个小时，累了想休息10分钟。战远温和地问，要不要我给你按按摩？欧阳雅美眸亮晶晶的，战四少爷还会按摩呀？你真是无所不能。略懂略懂。欧阳雅喝了他倒给他的那杯茶后，身子往后靠在沙发背上，说道，那就让我体验一下四少爷的按摩手艺了，能为大小姐服务，那是我的荣幸。战远说着起身来到了欧阳雅的身后，帮她按摩。我来的时候遇到了 A 市龙氏家族的代理家主了，那个姓龙的来做什么？欧阳雅闭着眼睛享受着他的按摩，还挺舒服的。他按摩的本事竟然不输于真正的按摩师，这个男人真是多才多艺啊，什么都略懂，事实上都是师傅级别的。不知道他来做什么，我不想见他，没有让他进来。给我们公司送来了新年的礼物，放在保安那里，我让保安队长退回去给他。要是他不收，那就让保安队长分给所有保安们，反正他是不会收下姓龙的任何东西。不安好心的老色鬼。战远说道，他来找你肯定是想和你们公司合作，他只是龙氏家族的代理家主，无法真正的掌控龙氏家族。若是真正的家主回来了，他努力拼搏的一切就是为他人做嫁衣。江城凤家家主的下场估计给他提了个醒，他不想让自己也落得凤家主那样的下场。他想和你们合作的生意肯定是他自己的私人生意，不过是打着龙氏家族的旗号过来，毕竟他们龙氏家族在 X 省极具影响力的。论财力，欧阳家和龙家不相上下，但是欧阳家人丁锡伯在 X 省的影响力就不如龙氏家族了。欧阳雅说道，他的野心很大，合作只是初期的，合作之后他就会想着怎么坑我们，吞掉我们欧阳家的生意。而且那个人色的很，都不知道玩弄了多少女孩子，有些还会因为他而丢掉性命。他不想要了，会让他老婆出面当个恶人，整治那些情妇，或者有人怀孕想生，他不想让他们生娃，也是让他老婆出面强行带着那些女人去打胎。他的风流韵事早就传遍了整个 X 省，那些想从他那里要点好处的人，只要给他安排了美女，基本上求他办的事都能办妥。战远默了默后说道，男人嘛，有了钱，有了权势，要么栽在赌博上，要么就是栽在女人身上，又有几个真能洁身自爱忠于家庭的？战家男儿那么抢手，家风让人羡慕，多得其他家族的烘托，越发显得战家的家风好。家里有失婚女儿又与战家门当户对的人家，谁不想和战家结亲？大小姐的妹妹们都年轻漂亮，怕是被盯上了。欧阳雅睁开了眼，扭头看战远，看了他半晌。他说道，姓龙的也就来了几次，你都看出了他的野心。我在更早之前就知道了龙先生，他本人我是不熟悉，但对他的人品，我却是早就知道的了。他为人好色，换情妇如同换衣服，你都说了，在 X 省那是人尽皆知的事，略一打听就知道他是什么人。
他去年去过数次管城，与我们战家有过间接的交集，不好的交集，所以我在更早之前就了解这号人。龙庭的事，战远没有说出来，哪怕欧阳雅的嘴巴很牢，又是他的未婚妻，涉及到龙庭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以后若是欧阳雅会见到龙庭再说也不迟。不过他若是见到了龙庭，都不用他说，他便清楚一切。龙庭跟着那几个老前辈一起生活，鲜少会来管城，更不会跑到 X 省 A 市来。欧阳雅能见到龙庭的机会很少，不知道也好，有什么事不会牵扯到欧阳家。欧阳家和龙家距离也就200公里左右，狠毒的龙先生要倾尽一切来对付欧阳家，欧阳家怕是撑不住。欧阳雅没有怀疑，若彤说战家在管城那是如同土皇帝一般的存在，消息灵通得很。管城苏氏家族又是擅长打探消息的，战家与苏家私交极好。我欧阳家都是女孩子，2个弟弟，一个现在7岁，一个6岁，都太小。那些对我们欧阳家虎视眈眈的大家族，明里暗里都想扑过来撕咬我们。我接管家族事业多年，早就尝尽了人情的冷暖，尝到了人性的险恶，就是亲戚也巴不得我们出事，他们好瓜分我家的家产。欧阳雅刚接手生意的时候，爷爷奶奶那一辈的，父母那一辈的亲朋戚友，就有不少人光明正大的给他使绊子，耍阴谋，各种算计于他，既是想占便宜，也是阻拦他接管欧阳家族的一切，不想让他在公司里站稳脚跟，在生意场上甚至联合外人坑他。他吃了多少亏，遭到了多少的算计，甚至连所谓的意外都发生了几次，差点连命都丢了，才看透了人性的险恶。自始之后，他懂得用冷漠来武装自己。明明他是接管自家的生意，却有一种如同以前的帝皇那样，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才能坐上那个位置，才能坐稳，心累得很，也心寒至极。好在他熬过来了，如今欧阳家族的生意被他牢牢掌控在手里，曾经算计他坑害他的亲朋戚友也遭到了他的报复，如今下场不好，混得不如狗，有些人已经搬离了 A 市，不敢再回来，断绝联系，借此来保全他们最后一点资产。想要他性命的那几家亲戚，呵呵，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。不要欺负他一介女流原生家庭的环境，让他也有心狠手辣的一面。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欧阳雅对待敌人从来不仁慈，害过他的人也不会因为对方来求饶，找人来求情，他就饶了他们。他不圣母，坐在他这个位置上的人也不能圣母，那样会害死自己。就要很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冷漠不讲人情，心狠手辣，别人才会害怕，不敢明目张胆的害他，不敢再肖想他们欧阳家的家产。是他这一代女孩子居多，女儿也是后人，也可以接班。极品亲戚总是说女儿家要嫁人的，不能继承家产，不应该接班。滚他丫的！他家的事轮到他们来指手画脚，不管是谁，是什么家庭，自己不够强大，就会被人欺负。这个世界没有公平可言，本就是弱肉强食。我奶奶花很多心血培养我们兄弟几个成才，她说多少家族富不过3代，我们战家也富了几代，想后代依旧能过得好，我们就要足够优秀，才能守得住祖宗基业。若有一天我们真的守不住祖宗基业，如今各行各业都饱和了，就是我们这些大集团也有了生存压力，有时候不是我们守不住，而是会被时代淘汰。可以转型，但转型成功却很难。总之，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赚钱。战氏集团若是倒闭，会有近10万人失业，好多人在战氏工作了10几20年的，年纪都大了，一旦失业，很难再找到工作。他们却上有老下有小的，上位者有上位者的压力及烦恼。欧阳雅扭头看战远，
战远停止按摩，温声问道：“是不舒服吗？我还可以再改善改善，我很少帮人按摩，经验不足，以后有空就帮你按摩，积累经验，那样就能更好的为你服务。不是很舒服，每次听你提到你家老太太，我就很想见一见她老人家。”战老夫人在欧阳雅的眼里已经成了传说中的老太太。战远心里想着，奶奶早就见过你了，你应该也见过，只是不知道那是她的奶奶罢了。奶奶挑中欧阳雅给她，肯定花了不少的时间观察过欧阳雅，了解过这个人，确定人品不错，能力不弱，奶奶才会选定欧阳雅给她。等你忙完这段时间，若是愿意，可以去我们管城旅游，春季百花盛放时，处处都是美景。战远邀请他，我给你当免费的导游，包你食宿，来回机票。欧阳雅笑了笑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旅游，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的，很难挤出时间来。等有机会吧，或者可以邀请你奶奶来 A 市玩，不过她老人家年纪大了，出门可能不方便，我可以安排私人飞机过去接她老人家的。实在是对老人家充满了好奇，很想认识认识。欧阳雅最敬佩那些女强人，像战老夫人这种从年轻就牛到老的女强人，则是她学习的榜样。战远说道：“我奶奶现在不在家，出门玩去了。她老人家身体还很硬朗，经常偷偷跑出去玩，有时候连我们都不知道她去哪里。去年下半年，是我大哥老是说奶奶才不怎么往外跑，也因为我大嫂怀孕了，奶奶怕我大哥照顾不好大嫂，才会老实的待在管城。奶奶这一次出去玩，还带着我妈以及2位婶婶。我爸出去一趟回家，老母亲连同老婆都出去玩了，还委屈的打电话给我大哥诉苦呢。”欧阳雅对战家的兴趣越来越浓烈，从战远的嘴里听到这些事，他觉得战家人很有爱。战远的父母应该都过了60岁，属于老人家了吧，还那么恩爱，着实让人羡慕。老太太去哪里没有说。欧阳雅再次放松神经，享受着战远的按摩。请了那么多的私厨，战远是让他最满意的。他不仅烧菜做饭好吃，还多才多艺，不愧是千亿豪门的少爷。去了我们那边的省会城市，他老友家里有个可爱的小孙女，我奶奶很喜欢，隔段时间就要过去看看，然后在老友家里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，有时候还会住上好几个月。欧阳雅笑，老太太是真有趣，住在老友家大概是为了那个小女娃吧。战家是和尚庙，往上数3代都没有女儿，大家都说嫁入战家的女人，若能给战家天位千金，那地位上升的速度绝对是坐火箭。可以了，你先去准备午餐，我把手里头的工作完成了，就吃饭。欧阳雅让战远停下来，不必再帮他按摩。战远停止了手上的动作，温和而恭敬。好，我现在就去为大小姐准备午餐。他很快就走出了总裁办公室，刚出去就遇到了要来找大姐的欧阳婷。2小姐。战远礼貌地打招呼。欧阳婷点点头，等战远走后，他才敲开办公室的大门，走了进去。战远今天提前过来给大姐做饭。欧阳婷手上拿着一本文件夹，她边走向姐姐边打开文件夹，在姐姐办公桌前坐下时，她一将手上的文件夹递给姐姐，说道：“姐，这份文件很急，你先过过目。”欧阳雅接过了那份文件，边看边答道：“她每天都是差不多这个时间过来，没有说早也不会迟。”那个姓龙的又来了。欧阳婷问：“龙先生直接求见大姐。”欧阳婷就是后面才知道那个老色胚又来了。我没有见他，他带了些礼品过来，说是给我们的新年礼物，我让人退还回去。野心大，来者不善的人，我们防他都来不及了，岂会给他合作的机会？龙氏家族很有实力，欧阳雅不是不想和龙氏家族合作，而是龙先生这个人，欧阳雅不喜，也信不过。
龙氏家族的内斗，外界的人知道的不多，但是嫡系一脉几乎全军覆没，只有上任家主的幼子还活着，却是不知所踪。就算那个孩子还活着，能不能活到成年还是未知数，更不要说以后复仇，重新夺回龙氏家族的一切了。哪怕代理家主不能真正掌控龙氏家族，却也能培养他的亲信，他的势力。况且姓龙的能够谋害了嫡系一脉，说明这个人心计还是有的，个人势力也不弱，族里估计也有很多人支持他，应该说是旁支旁系的人，早就对嫡系一脉长久坐着当家之位，心生不满，早就想取而代之的了。那个孩子能够长大成人，也要他有足够的能力，足够强大，才能报仇，夺回属于他的一切。龙先生会让那个孩子长大？肯定不会。那个老色胚这几年都没有停止过寻找那个孩子。听说君家大少奶奶的养子是龙家那个孩子，龙先生倒是想求证一下，没有机会。人家君家也不是吃素的，不仅没有办法求证，还因为惊动了君家，目前君家那个养子都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。很多与君家来往的人家也说没有见过那位养子了。对龙先生来说，那个孩子如今是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如同一块大石头，始终悬在龙先生的心头，随时都会变成一把尖刀，落下来就能要了龙先生的命。我刚才问了一下，姓龙的这一次带了个年轻人过来，保安听到年轻人叫他爸，应该是他的长子。姓龙的和他老婆生了2子1女，3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，能够帮他很多忙，长子最得他重视。龙太太能稳坐正室之位，就因为她的儿女成了丈夫的左膀右臂，不管他过来做什么，让人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他们见了谁，做了什么，都要弄清楚。咱们的敌人不少，欧阳雅不怕老色胚，就怕老色胚联合他们家生意上的死对头，一起坑欧阳家。